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们一家呢刚刚从韩国首尔家族旅行回来，所以今天这集呢又是一个久违了的旅行汇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家族旅行入住的3家各有特色的饭店、玩雪的行程，还有大家都很关心呢，我们突然遇上超强寒流，在体感零下19度的情况下，雪国旅行到底穿什么？今天这一集，不论是你正在规划雪国的行程，还是对一些设计感的饭店有兴趣，或者你正在装潢，想要看一些装潢小巧思，都非常值得看下去。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从高雄飞首尔5天4夜的行程。第一晚和最后一晚我们住在首尔，然后中间2个晚上呢是住在洪川的大名维瓦蒂的滑雪度假村。那第一晚呢，我们住的是位于江南的 Anati at Gangnam。我先说结论啊，超美超值得为了打卡去住一次。这一家新饭店呢，在我看来算是设计感一流，不论是它的建筑物本身，还是客房的内部。我和陈老师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嘛，我们常常要出差，所以国内外大大小小的5星级饭店，我们早就已经住了个遍。我呢，确实也真的非常喜欢住5星级饭店。以前在还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喜欢去各个城市的5星级饭店去住一住，看一看不一样的设计，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服务风格。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订 Anati 呢？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在滑手机，突然滑到了 Anati 的广告。当时那个广告呢蹦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场景搭的也太美了吧！我就点进去看，看完之后才发现说，啊，它是一个饭店的实景，我真的是大为震惊，也太美了。所以呢，我们这次一决定要去首尔，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去订 Anati 的饭店。它呢在美这件事情上确实没有让我失望，从进地下停车场那一刻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哦，对了，这也算他们这家饭店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车可以直接停进他们的地下停车场，比较隐私也比较安全。那这家饭店的公共空间呢，也是充满了视觉享受。比起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极简风来讲，这家饭店的公共空间就没有打算让你的眼睛停下来。那在这家饭店客房的内部呢，它的颜色还有灯光的搭配做得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家里如果正好在装潢，非常推荐你们可以去住一次看一看，可以借鉴的地方非常的多。它整个房间的主色调呢是用了樱桃木，再加上铁件的混合，木和金属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家居的软装挑选上也是用绿色、黄色这些相对活泼的亮色去做点缀，而且呢间接光的运用也让整一个空间的层次感拉满。这些东西几乎都不是很奢华、很少见的那一种，可是组合在一起，你就会觉得说加分超级多。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住这种有设计感的饭店，因为每一次住完我都会有一种被美学喂养的感觉。每次住到喜欢的设计，都想要把家里的装潢砸掉，再重新装一次。不要冲动。天秤座就是美最大。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空间的运用，也非常值得参考。像2楼卧室的地方有一个书桌，然后它是跟衣柜是做成一整体的设计的。像那个空间，如果你要买一张桌子放进去啊，我觉得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要么你就是买一个很小的桌子，要么就是那个桌子凸在外面很难看。可是经过它这样一系列设计之后呢，你会觉得说那个桌子又够用，然后整一个线条看起来又非常的简洁。我觉得有一些空间比较经济的一些卧室或者一些活动空间都非常值得参考。还有呢，就是浴室的部分，它也做了一个极致的3分离。先是把马桶单独做了一个上厕所专用的 powder room， 利用了进门这边的机灵空间。再来呢，就是浴室这边不大的空间塞进了衣柜、洗手间、淋浴间、浴缸。其实每一个功能区域的面积都不小，但是透过摆放的角度、材料，加上非常足够的间接光设计，去延伸了空间感，让这些功能区域在这个空间里显得非常的和谐。比如它的浴缸和洗手台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材料，结合了浴柜还有墙体。淋浴间呢，也是用简单的长虹玻璃去做了一个隔断，这样做呢既省空间又好清洁啊！这个浴室真的算是我心目中非常理想的主卧室浴室的设计了。是不是又想要有新的浴室了？真的是蛮像的，尤其是它浴室里面镜子面光的那个设计，真的太喜欢了。你只要走过去照镜子，脸永远都是漂亮的。我觉得这简直是每个人家里都应该参考的灯光设计。那这个房间这么美，到底住起来舒不舒服呢？这个房间呢，我大概目测一下，差不多应该是20平左右，在寸土寸金的首尔，尤其是江南，算是非常的难得。它呢是上下2层 loft 的设计，通常这样子 loft 的设计，大家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第2层会不会没有办法站起来，尤其是个子比较高的朋友。
但是呢，我们家已经实测过了，陈老师181公分，走在里面呢是畅行无阻，非常的舒适的一个高度。它的空间规划呢也是分割的非常的清晰，1楼是活动区，2楼是静态区域，放了2张双人床和1张工作桌，而且它那个双人床是那种非常标准的大双人床，1张双人床可以睡2个大人的那一种。所以呢，以这个床还有整个空间的规划来讲，我觉得住4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它在1楼活动空间呢还规划了一个小厨房，这个小厨房虽然不能真的拿来做饭，但是呢，你拿来泡茶或者喝酒或者外带一些食物放在里面呢，就是非常的足够。刚刚才发现它这边这个有一个冰箱，它是那种家庭式的嵌入式的，上面是冷藏，下面是冷冻。如果你们有要订什么 room service 的话，就去旁边超市买一买，把这个冰箱填满，第2天待在这边就开开心心舒舒服服的早餐了。加上房间里非常充足的沙发座位的设计，这个房型我觉得不论是一家大小出行还是朋友聚会都超级的合适。而且每一个房间呢，它都带了一个小阳台，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刚好遇上一个超强寒流，所以没有办法在阳台上待太久，只有陈老师出去感受了一下零下19度的首尔。而且Anati它有很多的细节我都非常的喜欢，像他们家的浴袍，它的整个材质是有点像那种 T 恤的材料，我没有仔细去看它的水洗标，但是用我的手摸起来的那个感觉呢，它应该是接近100%棉的材料才对，因为非常的柔软，不是一般饭店的那种毛巾的材料或者华夫格的材料。而且整个浴袍的设计呢，它是戴帽子的，洗完头你可以直接把头发包起来，而且穿起来呢也会觉得比较年轻的感觉，颜值超高。不过呢，因为我前一阵子气喘复发，所以我吃了一阵子的类固醇，整个脸在首尔期间呢就整成一个大猪头，所以我就很遗憾没有拍到什么美照。大家如果去住的话，都不用跑什么景点，就穿上浴袍在房间里面就可以拍一组浴袍大片。再来就是他们家的备品我也很喜欢，它不是提供那种普通饭店会提供的沐浴乳或者洗发精一罐一罐的，它把所有的备品全部都做成了皂，连润丝都做成了皂。这个盒子呢还能直接当皂盒，用完之后我的头发超级亮，皮肤也整个舒展，完全不紧绷。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用，好用到我把没有用完的就全部都带回来了。我当下超级想问有没有正装大的那种可以买，可是呢，因为抱着一个严谨的心情，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到底是因为首尔的软水比较好呢，还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很好用，所以我打算我拿回来我试试看，如果真的好用我再回去买。那除了客房内部呢，我觉得整一个饭店的公共区域也算是首尔饭店里面的美感天花板级的存在。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遇上一个大寒流嘛，所以户外的花园啊、户外的泳池啊，我们都没有去看。但是我看过照片，真的非常漂亮。但是即便如此，光这个室内游泳池就已经让我觉得值回票价。超大的水晶灯加上雨林的布景，配上饭店整体视觉一致的红砖和花玻璃，复古奢华风的泳池，谁去了都会忍不住一直拍一堆照片。缺点的话呢，就是它附近其实没有什么捷运站，对于游客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好，因为游客嘛通常希望是坐捷运出行。这个饭店离最近的捷运站，你走路的话至少大概要走个15分钟，但是呢，你走路10几分钟就可以到新沙的林荫道，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判断一下。大家如果住在这家饭店的话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搭一个计程车去到江南的新世界百货。在这个百货里面呢，基本上大家想要买的那些韩国本土的潮牌，还是一些国际连锁的大的品牌都可以买到，而且现场他就可以帮你把退税单什么全部都给你整理好。随便在新世界百货来了一家餐厅，没想到它好像是一家很有名的店，用种是一家餐厅。我旁边这一位啊，大海的男儿去哪里都要尝一下炸酱面，不是炸酱面，张本超好吃，那个料超多。就是这样，居然还有饭后甜点，还是韩国很少见的杨枝甘露，这边是送的。永基甘露。因为我们这次不是遇上超大寒流嘛，所以我们没有去像圣水这样子的街道走一走，实在是没有办法走，感觉会变成速冻冰块。如果你想要去圣水逛街，也可以住这家饭店，搭计程车差不多可能20分钟不到就可以到了。讲回来，刚刚那个新世界百货，我觉得超级好逛之余，很棒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它楼下都会有那种精品的超市。精品超市可以干什么？就是可以买草莓。冬天去韩国的重要的一个行程就是买草莓，就像夏天去韩国的重要行程就去吃水蜜桃。我们这次每天的固定行程都是买草莓，每天都在那里吃草莓。其实也真的不是很确定这样子在韩国买草莓是不是真的有便宜到，可是真的很好吃。尤其像在现代百货或者新世界百货，它楼下都会有一些精品超市，这些精品超市里面买出来的草莓真的会比像乐天玛特或者易玛特里面买出来的草莓要好吃非常多，甚至它会有一种冰淇淋的香味。所以草莓季如果去韩国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精品草莓，虽然它的价格可能会比市场里面那个草莓稍微再贵一点点，可是真的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就算市场的草莓，我觉得也比台湾买的草莓要好吃很多。没错。
那第2晚跟第3晚呢，我们住的是红川的大明维瓦蒂滑雪度假村里面的 Sono Calm。哇，这家饭店我当时在订的时候，其实真的非常的 confused， 因为我打开地图，发现它整个度假村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栋各种各样的饭店，然后好像都是 Sono 这个集团的，它是分 A、B、C、D 栋，反正就是超级多栋。我们住的呢是第1栋，每一栋它的风格都不太一样，然后装潢的年份也不太一样。那我们住的这一家呢是2023年的时候装潢，我看起来好像是最新装潢的一间饭店。整个公共区域呢，它走的是那种欧式豪华风，但它新装潢的有些房间呢，我看了官网上的图片是那种暗黑系的，就是黑黑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带孩子出行嘛，我就不是很喜欢那种很黑的那种空间，所以你就特别选了他们有一个房型是2个房间加上一个客厅的那种，整一个是原木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会相对比较温馨一点。那我们订的这个房型呢，就其中的一个卧室是正常的床，另一个卧室呢就是打地铺的那一种，然后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小阳台可以去欣赏雪景。只是说这个小阳台的这个门啊，大家如果去住的话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其中有一天早上呢，我们的小孩突然说要去阳台堆雪人，我就觉得说啊，好浪漫，可以去阳台上堆一个小雪人，明天早上起来他还在那里，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一家人整装待发去到阳台上，然后就把阳台门就顺手就把它关起来了。而且我们想说就是在阳台上嘛，我们就所有的人都没有带手机。结果当我突然回过神，我想要开门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门打不开了。我当时就觉得说完蛋了，一家人都被锁在阳台上，然后就看着那个手机近在咫尺，却没有办法进去。那个时候其实大概没有过很久，因为我是那种非常警觉的人，我当时就觉得说还好不是那种已经玩了不想玩了1-2个小时了，已经非常非常冷了，才想到要去开那个门，才发现开不了。所以当下呢，我跟陈老师2个人呢就趴在阳台的那个栏杆上，拼命的看有没有人。但是大家也知道嘛，体感零下19度，户外是通常不太会有人来，所以我们就一直等，直到刚好有一个工作人员经过我们旁边那个走道，我们2个人就使出师奶的力气，疯狂的大喊萨拉去赛哟，要给萨拉米赛哟！我敢保证，我真的是把我这辈子会的韩文全部都用上了。突然在那当下，韩语变超溜，话超多。那个工作人员，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的样子，他可以说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还好他看到我们，然后就带着其他的工作人员破门而入，帮我们把阳台的门打开，把我们救到房间里面。这也算是一段蛮特别的人生经历了，所以大家要记得啊，不论人在什么地方，手机一定要放在身边，才会比较安全。这个房间我真的还蛮喜欢的，因为它的整一个格局设计非常适合小家庭出行。它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厨房，然后那个小厨房里面呢就有 IH 炉，像我们带小孩嘛，临时在房间里面简单加热食物，甚至准备一餐都很方便。整一个维瓦蒂度假村呢，它有个通用的优势，就是你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这个度假村里面进行。我呢是连着2天都去吃了他们里面的一个美食街里的年糕汤。如果你们去住大明维瓦蒂，我真的很推荐你去喝那家年糕汤，多曼多谷，或者呢就是它有一个饺子皮汤叫苏杰比，这2个都非常非常的好吃。那多曼多谷就是年糕汤呢，它是不辣的，另外一个苏杰比呢，它就有一点点辣，韩式的那种口味。这个园区非常大，吃喝玩乐都有啊。玩的部分啊，大家看下一趴，我等一下再讲，先把住的部分和大家分享完。最后一晚呢，我们就回到首尔，住的是东大门附近的诺富特。这个饭店呢，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商务饭店。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也没有去使用饭店的一些设施，像是一些游泳池啊或者健身房啊。这个饭店呢，有一个不可多得的优势，就是它的交通真的非常的方便。不论是你想要单纯的逛一逛东大门，还是想要搭捷运去其他的地方，都是步行可达的距离。我们这次呢订了2个不一样的房型，一个呢是大一点的，还有一个呢是普通的标准房型。那大一点的这个呢，它带了一个行政酒廊的服务，不论是早餐还是下午茶还是 Happy Hour， 它都有食物可以提供，而且全天咖啡还有茶都是管够，你想要喝的时候都可以去喝。而且面积来说呢，也比普通客房大不少，设计上呢也会更加简洁统一一些。虽然单价会比普通的客房贵差不多12万韩币一晚，但是如果这些权益都使用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毕竟一客早餐就要5万韩币了。
我们这次去韩国主要目的呢，就是玩雪。毕竟我们住在台湾嘛，雪这个东西通常只能在圣诞季节的百货、Outlet、公园里面才能看到一些人造的出来的那种雪花，还有寒流时候的高山。经文画面里面，我们呢非常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非常明确的感觉到一年四季的不同。有小孩的观众可能可以体会，带小孩子出行，通常一次玩，你可以达成一个目的就已经算是大成功。所以我们这次出行的目的真的非常单纯，就是玩雪。那至于要不要滑雪呢？我们想说到了之后看孩子的意愿，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呢，发现我们全家真的非常的不学无术，就觉得说啊，松松的玩，这样享受美景，享受雪景，好开心啊！所以其实这一次是没有学滑雪这个行程的。我们这次玩的红川大名维瓦蒂的这个滑雪场呢，离首尔大概是1个半小时多一点点的车程，2个小时不到吧，算是交通非常的便利。也有很多那种当日往返的旅行团，大概一张票可能700多块钱就够了。但是因为我们想要松松的玩，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包车，然后去当地住2个晚上。比起大巴来讲呢，时间也会更加自由一点点。我们在维瓦蒂滑雪场呢，连着2天都是去玩了他们那个 Snowy Land 冰雪乐园。有韩国朋友的观众啊，可以请当地人帮忙订看票，因为那个门票如果当地人订的话，真的是会便宜不少。而且我们第一天在那个冰雪乐园的时候，还遇上鹅毛大雪，我真的想起来都觉得好浪漫啊！真的就是这么刚刚好，早去1个小时，晚去1个小时都遇不到的程度。这个 Snowy Land 里面的活动啊，我概括一下，就是坐着一个容器从很高的地方滑下来，只是容器长得不一样而已。超好玩。你像 Grace 7岁嘛，她所有的项目都可以独自玩，因为她的身高只要超过110公分，好像就可以玩几乎所有的项目。那像 Lisa 只有3岁，个子也比较小，就只能玩一些大人可以陪同的那种游戏。尤其是其中有一个小雪橇，就是大人把它拎上去，然后就跟他一起从上面滑下来。他玩了大概有10次吧。对于他们这样的热带小孩来讲啊，光拿那个夹子在那边夹雪，在雪地里面打滚就已经是非常快乐的体验了。热带大人也是。我们全家都在雪地里打滚，就是很离谱。冷的时候比较相爱。那我们还是搬到比较冷的地方来。很多观众敲碗的雪国穿搭，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前面提到无数次了，体感是-19度，甚至好像有-20度的时候，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哎。尤其是第2天，因为前一天下大雪，隔天化雪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冷，而且刮非常非常大的风，基本上你在户外待差不多不到半个小时吧，就要去室内回温的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我这次的穿搭非常有借鉴价值。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在去这种特别冷的地方之前，都会上网做一下攻略。通常的那些教学都会教你说要洋葱式穿搭，但是我实际去玩1次之后，我就发现说根本就不用穿那么多层啊。我把这一次雪国的穿搭分成2种使用场景。第一种场景呢，就是像这种户外的行程，比如说雪场啊，或者说一整天你都要去跑很多的户外的景点，这些行程你不太会回到室内的，所以呢就不太会有那种穿脱的时候，你通常都要给自己加强保暖，非常暖的一个状态下，你才可以去负荷这么冷的天气。所以穿在最里面的第1层的基本逻辑呢，就是要保护你的核心温度，加上吸汗，可以是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这种发热背心，穿在最里面，女生就可以代替 bra。这一 part 呢可以选，如果你是那种非常不怕冷，头特别铁的那种人，你就可以直接跳过。第2层呢，就是要发热保暖加上吸汗，你可以直接买那种最厚的发热衣，也可以去穿那种滑雪的打底衣。通常滑雪打底衣它的吸汗的性能就会更好，而且包裹性会非常好。它通常比起一般的发热衣来讲，会非常的紧，就会让你整个温度是蓄在身上的那种感觉。那我和陈老师穿的呢，都是 Benny 上下全套的这个打底衣裤，这次真的是救大命，穿在里面啊，就是觉得又暖，然后有一点点汗，它就给你吸掉了。在外面一层呢，第3层就是加强保温，就是首选像羊毛、羊绒这样的材质。有的毛衣啊，你看起来它很厚，可是你一拉之后，你就发现它那个洞特别大，那种就不保温。所以大家在准备的时候呢，就可以把手这样伸进去，拉开来看一看这件毛衣它是不是够密。那我穿的呢就是这一件 Lily Silk 的拉绒毛衣。这件毛衣我从买来到现在穿了有没有3个月啊？我从在高雄的时候就一直穿，然后跑到这么冷的地方，我以为它负荷不了，结果我穿在身上还是觉得它超级温暖。对我来讲，真的穿着率非常的高，而且你看我这么常穿，居然到现在它一样是毛茸茸，一颗球都没有。所以真的品质好的东西啊，一件衣服就可以穿很久。那在最外层呢，就是需要去穿一件超强保暖的厚外套。我上身穿的呢就是 Benny 的奶蓝色的气绒衣，
衣，下半身呢就是穿他们家的滑雪裤还有雪靴啊，这个雪靴最后还是包色了。像我刚刚讲的这几件衣服，其实在之前冬季衣物准备的那一集都有和大家详细的介绍过，如果没有看过的观众可以去看这一集。然后呢，在这么冷的天气下，耳朵一定要保护好，耳朵保护好之后会让你觉得温暖特别多。你可以用耳罩，也可以用面罩，也可以戴像我这样子的帽子。那我戴在这里呢，很多人都在私讯问我，就是 Bini Under 的气绒帽，又好看又保暖，我真的毫不夸张，整个雪场就我的帽子最好看。我自己觉得我整一套穿搭在雪地里面走起来还真的是蛮美的，而且保暖度以我个人的体感来讲，我觉得是超过官方给的数据，因为官方说我这一件外套是加温6度，可是我实际上穿着的情况下，就算在大雪纷飞，我和孩子滚在雪地里，我真的都没有觉得冷，我只有手指尖有觉得微微有一点凉而已，从头到脚都是暖暖的，所以这套搭配真的是强推。那陈老师的话，它里面穿的是 Bini Under 的全套的滑雪的机能的打底衣裤，然后外面呢，它配的是一个 Uniqlo 的羊毛的毛衣，然后再外一层呢是 Bini Under 的3合1的滑雪外套，下面它配的是他以前买的滑雪裤还有雪靴，这样一整身也是非常保暖的状态，完全没问题。啊，对了，很多人问陈老师那个帽子是哪里买的，什么牌子的？那个帽子是15年前我在弘大逛街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遇上了下雪，我觉得有点冷，然后就在路边随手买的，所以现在应该已经是买不到的状态了。不过类似长这样子的帽子，很多牌子都有在出，大家可以拿那个照片就上网去搜搜看。第二种雪国穿搭的场景呢，就是城市穿搭，比如说像在首尔，你在城市里面走路的时候，户外真的是很冷，可是呢，只要你一走进室内，不论是捷运站也好，还是任何一家餐厅、任何一个百货里面走进去，都非常的热，他们的暖气都是往30度在开，所以在城市里面的穿搭基本上就是台北的穿搭，平移过去就可以了。只是说外面你要再加一层超厚够保暖的外套，可以是羽绒服，也可以是羊毛大衣。这样呢，你去到室外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厚外套把它穿起来，比较保暖。然后进到室内之后呢，你就把它脱掉就好了，不用一层一层的手里拿一大堆的东西。然后头上呢，可以像我一样戴帽子，但是我发现当地女生有一个东西啊，比我这个更好，叫巴拉克拉法帽。就图片长这样子啊，就是一个帽子和围巾，它是连成一体的。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呢，你在户外就直接把它拉起来，你的头这个地方，然后你的耳朵，然后你的脖子就全部都会保护起来了。你要知道，在冷风的时候啊，脸真的超级冷，所以那个巴拉克拉法帽就可以直接把嘴巴这边都罩住，然后这边都罩住，你会觉得温暖超多。然后到了室内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巴拉克拉法帽把它这样拉下来，就会变成像一个帽 T 的小帽子挂在这边，你也不用拿在手上，就很方便。如果想穿裙子的女生呢，就记得去买一条那种超厚的光腿神器。其实我这次也有穿，就看起来是腿光着的，可是其实呢是一条超厚的大棉裤。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趣事好了。最后一天我们回到首尔拍拍照嘛。那天呢，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吃了以前我上学的时候一个人也会去吃的土厝村鸡汤，然后一起去仁寺洞喝了一个我以前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去喝的一个茶屋。那天我的感受非常的奇妙。我就觉得说，那个鸡汤还是那个鸡汤，那个茶也还是那个茶，那个糕也还是那个糕。可是呢，那个人就从我一个人，然后变成一整串人。明明以前自己一个人来吃这些东西的时候的那个情景还历历在目，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时间就跑走了。然后时间跑走之后呢，留下这一串人，他们都是我的礼物，还要讲一讲，很爱你们呢。本来我们吃完那个鸡汤之后呢，还打算去一趟景福宫，但是因为你们也知道，带着小孩嘛，拖拖拉拉的一大群人，到了之后呢，景福宫也快关门了。结果呢，没想到我们遇上了当地的集会大游行。所以你看得懂它上面在写什么吗？现在在怀疑，上面写的是兔子喜欢吃红萝卜。真的写的是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情啊？所以呢，我们整个注意力就被那个大游行吸引走了，然后莫名的就还走进了人家那个会场里面，还和大家一起互动。有可能是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很开心吧，所以就算有点小意外，觉得蛮 into 的。然后走着走着还遇到一间人参四格，人参四格哎，要不要去拍一下？走啊！讲起来有点土，这是我第一次拍人参四格。
虽然这样的拍贴机其实现在到处都是，平时如果不是在旅行的时候，你看到那样的拍贴机，你也不会想要去拍。可是呢，就是在那个 moment 突然就觉得说，还是我们来拍看看好了。旅行的时候就会去做一些平时不怎么会去做的事情。总之，这次又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家族小旅行啦，也把这一次的住宿、还有行程安排，还有穿搭的小心得和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热推哦。我是安娜，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